昧平生，不知何处得罪了您，还请大人明示。这些见过我狼狈样子的仆从们，只要逃过这一劫，全部处死。杀罗峰，杀死他！你倒是识趣，但可惜，无论你怎么挣扎，都必死。我皇皇，给我一个理由！吞金锁！龙哥，放出来！我要看见那斗罗普死！还有这个智能生命，你们是呼延灼的人！进化之心，乃机械族宝物，可赋予智能生命身躯。巴巴塔从此也能拥有修炼进化的机会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他赋予了巴巴塔手刃仇人的机会。解决了。主人，你看到了吗？魔兽王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当年你嘱托我留下你的传承，我一直都不敢告诉罗峰你的仇人，我都没敢想我要报仇这一天。哭出来也好，在你整理好心情之前，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冰域星带生活着一群宇宙诞生之初便已存在的特殊生命，名为兜寇。它们长相美丽，天性纯真，却又嗜杀。据虚拟宇宙公司资料记载，它们内部友爱团结，但极度排外。且由先天冰寒之气孕育而成的它们，生来就比人类强上100倍。按照指引，第3块黑色金属板正位于乌华秘境的冰域星带。我要做的就是从众多冰域星中找出黑色金属板，带走它。天真，在，我需要从你仆从中挑选一个身形灵活、行动敏捷的人。主人，从现在起，你听候我主人吩咐。是，主人的主人。坐标已发送给你，记住，你必须一直开启微型探测仪，隐匿自己行踪，防止被发现。好冷啊！主人的主人让我找什么黑色金属板，但具体藏匿在哪儿呢？
咱们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过新的冰雕了呢。估计过不久还有倒霉蛋呢。他们从里面出来，摩罗侯进去看看。星球深处竟然是一座宫殿。好强的威压，有可怕的强者在里面。主人的主人，怎么办？避开宫殿，探测整个星球。宫殿以外区域全都由冰组成，看来黑色金属板只能在宫殿里。进入宫殿。是。主人的主人，本侯已就位。是这个？不对，没有。那个？不对。这个，下一件，下一件，哪一件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一组。进内殿必被发现，不进又休想拿到金属板。来看那个异族，走，一起去。塔拉什老师，塔拉什老师，亚乌贝发，你们来了。那异族呢？这些异族个个都想得到冰域星石和冰域青露，不自量力。喏，是妖族中的摩罗侯，大概封侯级实力。哦，这么多，斗寇果然心狠手辣。别看他现在对族人亲切，摩罗侯，现实中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呢。嘿，这家伙好丑。贝发，你说对不对？贝发。贝发！要是被他发现我的真面目，你今天怎么搞的？心不在焉的。是不是有烦心事？你怎么啦？心情不好，不太想说。好了，他不想说就别逼他，你陪他在这儿玩吧。我有事去一趟虚拟世界。贝发，我们去秘法殿逛逛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想单独走走。哦，那我去啦。运气真好，这么快就找到机会单独行动。
是贝发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他刚才还在我店里闷闷不乐。这么轻易就到手了，只要飞出冰玉星，再加速到光速，我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逃走。异族，被发现了！去死！竟被他逃脱了，声音距离超出了我的感应范围。塔拉莎，首领，他偷走了。我知道，一切交给我。幸好磨砂族分身对灵魂攻击完全免疫。小家伙逃得真快，不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得花费些力气了。就在那儿。见过尊者。没有。你被他耍了。东西到手。还真厉害，竟将一位宇宙尊者耍得团团转。首领杀了那一族，竟敢伪装我！他还牵了我手。伪装的那个已经被杀了，这是主使者。两位首领，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异族。自然是得慢慢折磨他。冰域夜要开启了，这个异族倒霉了。里面就是杀戮场，进去的人可是比死还煎熬。那就是冰域，整个冰域星带最具传奇的地方，由兜寇尊者掌管。镇压着无数强者的一件重宝，好好享受吧，人类。
之力，空间时刻在震颤，连大型探测仪都不能正常工作。难怪说冰域是不亚于阵风星辰的封印至宝。这种情况下，根本无法声波传送啊，倒是可以连接虚拟宇宙。走，先去探探地图。有着可以媲美魔杀族的天赋秘法。你竟然认得我！来的正好，我走了2天，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，正需要个向导。我要和你聊聊，何必一来就厮杀了？瞬移。混刀。分身术，这不是他的本体。这噬魂兽不断用分身试探你实力，真是纠缠不休。那卡乌族更莫名其妙，一看见我就燃烧整体疯狂攻击。不过输了一招半式，又突然嚷嚷的解脱自爆了。看来都疯得厉害。不知他们在冰域究竟经历了什么。快看，是妖族文字。自上次大屠戮至今，冰域中已关押约12000异族不朽，其中只有1位胜利者可以离开。这是唯一的生机，想出去就战斗吧。又是生死淘沙，原来这才是座山客老师引我来此的真正意图。我只想要个能登陆虚拟宇宙的不记名感应器。你让我进入虚拟宇宙，你让我和外界接触接触，我愿为你做任何事。感应器没有，不过你要能说出有用的情报，我倒是可以放了你。这是冰域中5大巨头之一的天狼，根据现有863人实力做出的排名。冰域中央是冰海，围绕其外分为东方冰域、西方冰域，
北方冰域、南方冰域，最强的5大巨头各盘踞一方，他们的实力个个都已达到蜂王无敌，排名仅次于他们的还有10大蜂王。也就是说，想要离开，就必须直面那些跟针眼王老师一样强大的敌人。天上新来的是个人类，那他一定拥有连接虚拟宇宙的不记名账号。要是能进入虚拟宇宙，怎么都值得。几乎都搜遍了，怎么就找不到那人类？困在冰域里太过寂寞枯燥，他们可馋人族的虚拟宇宙了，个个都在找你。还好微型探测仪可以屏蔽神域探测。冰域中强者林立，为与之对抗，我根据金角巨兽钻研兽神雕像的体物。优先将念力集中在兽神之尾，新创一套绝学，配合星辰图战斗，名为万星步道图。你的念力兵器秘法造诣很高，但战斗中会有诸多变数。你先去现实中战斗10场，再来见我。是，老师。唉，虽说他走的都是兽神之道，但武者和精神念师乃2个流派，再厉害的超级强者都只全力钻研一项。他若一直分心而用，唉，就让他吃点亏吧。有胆量就出来！怎么回事？好大的能量波动！是那人类？10大蜂王、5大巨头，可都在找他。你居然还敢现身！是10大蜂王之一的奔雷王，请靠时间法则。怎么不敢？看来你注定要死在我手里。对上奔雷王，这人类要吃大亏了。奔雷王已经猎杀了冰域内上千不朽，是冰域排名第12的存在。这奔雷王擅长时间法则，我擅长瞬间速度，要与他保持距离。雷神践踏！
布道图，第一式。这幻影，我一口气都能吹散了。祭奠本心。效果不错，10大封王也不过如此。混蛋，这仇我记住了。想逃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可恶的人类！是你在逼我！本内王竟然被逼得燃烧神体！有趣，这下那人类也得燃烧神体了。你自己慢慢烧吧。什么？别跑！狡猾的人类！本灵王燃烧神体都追不上他。这人类的速度确实是冰域第一。可恶！先让我白白燃烧身体！是那一位。人类，你死定了！人类，交出虚拟宇宙的补给名账号感应器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周围空间已经被封锁了。危险！是北方冰域之主银魔，蜂王无敌的特殊生命，整个宇宙都极其少见的，擅长时间空间双法则的存在。他明明没有眼睛，我却觉得正被无数道目光注视。虽然我不曾与蜂王无敌交战，但我并不觉得自己会死在这儿。你想要的我有，想要就自己来拿。想要就自己来拿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传说中的蜂王无敌到底有多强。他的神力很强横，神力基础就超过1000万倍借助之力，加上其神力镇缚手段，虽只是简单一掌，却压制住了我用至宝的最强攻击。不好，竟能挡住我的一掌，不错，你有骄傲的资格。是时间停止，他什么时候施展的？人类中招了！银魔的死神意志，据说只要被击中，灵魂便会被侵蚀或是陨落。
或是成为他的灵魂奴仆，可悲可叹啊！夺过了死神意志，多少强者死在这里之下。这人类强成这样，说不定今天能看到银眸大人的那一招。银色眼眸一旦睁开，便几乎代表着陨落。真是狡猾！从一开始的巨型手掌到冰晶手指，都是神力远距离凝结而成，使得我对弥漫在半空中的神力警戒心不高，才会突然中他的招。很好，你值得。幻境。哼！外界一瞬，幻境中便是无尽轮回。你将在绝望中沉沦。你在无尽幻境轮回中度过了多久？感觉度过了近1万纪元，熬过了1万纪元，正好用来磨砺意志，有助于我。我倒是有些佩服你了。你让我接了3招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那人类被银色眼眸盯上却没死，这可是10大风王都做不到的事。翻天了！这人类将成为5大巨头之下的最强者吗？银眸，我看你顺眼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易。不仅从燃烧神体的奔雷王手上顺利脱身，还能先后接下死亡意志与银色眼眸。除了与我齐名的几位，那人类恐怕已无敌手。与银眸一战后，人类去了哪里？
回斯布瓦大人，他又跟随银谋一同离开了。我一路追踪到银谋的居所。你快把他控住！我来输出。这可是我氪了几百混元买的装备。杀！真是笔划算的买卖。小伙子，操作不错啊。不愧是我儿子介绍过来的。阴谋不惜用一件重宝换取感应器，只为上网玩游戏，真是蠢货！这可是冰域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希望。于人类而言，感应器并不稀有，他手里肯定不止一件。我天狼族贵为妖中皇族，我等又岂能困于冰域，空耗余生？狼崽子们，在全力搜寻那位人类，把人类带回这即收工。斯布瓦大人声明：凡将人类带回者，将永获庇护。如果能得到庇护，整个冰域谁又敢动我们？老师，弟子发现冰域巨头均非一羽之辈，故而打算同时钻研明月册和万星布道图的新招式，待实力提升后再与他们交手。同时，明月册属武者流派，万星布道图属精神念师流派，一心二用会互相掣肘。况且你修习兽神之道，本就更看重近战，谨记，选择武者流派，才有希望成为媲美兽神的存在。你好好考虑。混沌城主老师让我走武者流派，但座山客老师留下的9件秘典和星辰塔，都需要我钻研精神念师一派。这两条路，我该如何抉择？这边。老师，决定了。决定了。弟子仍想同时修习武者与精神念师流派。若真的发现无法兼顾，弟子会进行决策，但不做尝试便轻易舍弃一脉，恐会成为弟子日后心结。还望老师成全。唉，既如此，我也不再多说，但记住，必须坚持本心，全心投入。明白。一切诚如老师所言，明月册和万星布道图代表了2种不同的战斗方向。修炼日久，新招式的钻研也变得愈发复杂。但迟早，我会证明自己。
难道是2000年前的那人类？明月册和万星布道图都顺利练成了第2式，不枉我2000年来的日夜修炼。谁？人类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是带南方冰域之主天狼来邀请你的。闭关才刚结束，这就有人找上门了。是5大巨头之一，天狼族的斯普瓦。天狼，你这么急切找我，不知有什么事？金属卡托，是你找到人类，带他来的。是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生活在宫殿周围，绝无任何强者敢动你。是，谢天狼大人。去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说了。人类，你应该能够明白。被关押在冰域的我们，是何等的想要接触外界。你想要感应器，可连同你们妖族在内，和人类有敌对关系的族群，根本无法连接虚拟宇宙。我自有办法。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人类的虚拟宇宙多一处妖族的眼线？虚拟宇宙本就不乏间谍，在外界要合法获得有不记名账号的感应器太容易了。你提供感应器也不会因此获罪。一旦与同族取得联络，你会做些什么？无非是联络同伴，助我离开冰域而已。你我同困于此，理应感同身受。为自由，我愿意一件重宝兑换感应器。重宝？他困于冰域多年，想必不会掌握什么珍贵情报。且身为封王不朽，与族群整体而言，力量十分有限。他还得给出更高的价码。不换，一件重宝你都不换？不换。为自由，我愿意一件重宝兑换感应器。不换，一件重宝你都不换？不换。那2件呢？2件重宝就要一件在外面便宜无比的感应器，这是我所能承受的最大代价了。人类，你该知足了。哼，不换。你知道不知道这是重宝？整个冰域一共才多少重宝？不换。你若断绝我出去的希望，我也不介意断你的生路。你说，我该不该杀你？杀了我，你也得不到感应器的权限。更何况，你还杀不了我。好，既如此，我便将我最重要的一件宝物与你换。一个石头牌子，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宇宙第1大势力祖神教的兽神传承令。兽神传承令来自祖神教。祖神教在宇宙诞生之初便随之诞生，不争霸宇宙，不插足争斗，向整个宇宙亿万族群吸纳强者。
不过，他们完全走精英战略，导致整个教派才3000多位强者。祖神教成员数量极少，却能超越6大巅峰族群，成为第一势力。兽神传承又号称是教内的最高传承。这枚传承令，就是你通往祖神教最高传承的钥匙啊！想好了？成交。好，你先把感应器给我，验证一下功能。你在说我？你屏蔽虚拟网络，叫我怎么验证？传承令还没到手，要是我现在就让你连接虚拟宇宙，你大可趁机传递信息给你的同族。一旦你的目的达到了，又怎会给我传承令？你先将传承令交予我，我再给你开启权限。不行，我给了你兽神传承令，你逃掉又怎么办？堂堂南方冰域之主，害怕我逃掉？如果你再不做决定，那我就走了。一件兽神传承令，如果你永远无法离开冰域，又有何用？等等！若你食言，我必定发布悬赏，让冰域中所有强者追杀你，至死方休。权限已开启，告辞。人类，这兽神传承令就放在你那儿片刻，但它终究是我天狼族的。交易看似大涨，但传承令价值远高于一般重宝，斯波瓦不会轻易放弃，我必须早做准备。首领，我刚刚得到我弟子斯博瓦传来的消息，他被关押在无华秘境的冰域处，在没有资源、没有强者指点的情况，现在已经修炼到封王无敌的层次。我想要去救下我的弟子，可是面对那青斗寇尊者和紫斗寇尊者，不惜牺牲兽神传承令，只为求一个传讯的机会。是的，首领。既然是我天狼族的一位封王无敌，那我便亲自去一趟吧。首领，您亲自去，这斯博瓦知道定是激动感激，荣耀无比。我也许久没见那紫斗寇了。这便是至宝。见天狼殿者如见吾身，尔等为何不跪地相迎？天狼殿，号称天狼族最伟大至宝，来的人难道是？天狼之主，有事您吩咐即可，何苦压迫我族人？
我降临，他等自当匍匐恭敬。我天狼族有一族人被关押在你等冰狱中，将天狼族斯普瓦及其从属即刻释放。是。我们出来了！啊，首领，多谢首领相救！将冰狱中关押的一名人类也放出来，我要带他走。人类？没有人类。你敢说没有？你忘记我麾下族人刚刚出来，当然知道里面有一个人类。没有。有趣，有趣。这人类是谁？看下来颇有来历。难道是人类族群某位超级存在，和你们有了约定，所以你们宁可违逆我？人类族群的好事，我当然要破坏。交出那个人类，否则我只能躲了。只管释放他即可。好。是斯普瓦，他身旁的想必就是助他离开的高手。他仿佛就是宇宙法则的化身，其实力应该已达宇宙之主。哼，首领一来，不但兽神传承令要物归原主，还得赔上你的命。人类，我认得你。没想到身为界主，竟能凭借至宝藏匿气息，伪装成不朽。我的本源法在这里，在那位首领面前失效了。你的潜力似乎很不错，只可惜人族天骄的微弱星火必须及时扑灭。是千宝盒，混沌城主，既然来了，还不现身？
身为异族之长，却无故对我人类后辈妄动杀念，未免太过猖狂。这就是老师的千宝和分身。混沌城主，那人类榨取我兽神传承令，你竟要袒护于他？还可保全你狼崽子的性命。看来这刀鹤王确是你极看重的后辈，今天我就给你个面子。这2000多年，谢谢2位照顾我人类后辈。那天狼之主也就嘴上嚣张，在老师面前还不是只能灰溜溜的退走。不过，他竟能一眼看穿我的借主身份，被他看破，终究是一大隐患。我们需早做防范。正好，与你得的这枚兽神传承令也有些关系。我有些事同你商量。你老师真眼王修炼的也是兽神之道。修炼兽神之道的强者其实不少，七剑王就是其一。只是兽神牵扯着祖神教，属于宇宙的一大秘密，一般都会保密。像你的事，就从未对外公开。之所以现在提起，是因为真眼王修炼的是土空间的兽神融合之道。那不正与我得到的兽神传承令相吻合？七剑王是得到了族群发放的兽神传承令，以你的天赋，应该也能轻易获得赐予。可真眼王不同，他天赋不如你们，还不足以享受族群最高资源。可若全凭他自己，恐怕机会千载难逢。老师不用多说了，我愿将兽神传承令赠予真眼王老师。哦。这么快就决定了？你想清楚了？只要能帮到老师，我做出点牺牲又何妨？你能知恩重施，很好。经过就是这样，这块兽神传承令真是我自己得来的。你厉害啊！戏耍了青尊者不说，还从天狼之主那儿虎口夺食。不过，就算是你自己的，这么重要之物，对你自身也大有用处，怎能随便给人？老师可不是别人，我知道你比我更需要他。你先拿去用，弟子要得到族群的赐予，不难。哈哈哈哈哈！好样的，我果然没收错徒弟。只是要连累你再多等些时日了。哎，小事。混沌城主老师说，既然天狼之主已看破我身份，必定很快会将消息传遍宇宙。届时，各大巅峰族群定心生忌惮，不惜一切来杀你。我人类高层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。我正好借此理由，为你申请兽神传承令，让你尽快提升，无惧强敌。以你的天赋加上他的面子，100%能成。这是金空间的兽神传承令。这
这些传送门可屏蔽追踪，安全开启神国传送。我这个仆从的信物坐标距离传承之地不远，乘坐宇宙飞船半年可到。那不是真眼王吗？他居然离开混沌城了！真是的，真眼王旁边那位是谁？会不会是真眼王的弟子罗峰？我们都没见过这男子，气息威压又那般强大。对了，传言都说刀客王就是罗峰，非常有可能。刀客王也是界主，纵观他过往的那些惊人战绩，人类界主中也只有媲美柯蒂的天才罗峰有相当的实力了。他们猜得真准呐！徒儿，你现在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大啊！毕竟人类族群中强者就那么多，生面孔又和老师您走得近，猜到也不稀奇。你的麻烦不小哦。管他呢，出名也不一定就是坏事。哎呀，我本来有艘80倍光速的生物飞船，可是被兜寇尊者拿走了。哈哈，我倒是有艘90倍光速的，总算有些可骄傲的了。哦，我刚好利用这段时间修炼第3块金属板。徒儿，马上就抵达传承之地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祖神秘境，它的直径最大1.6亿光年，媲美一个宇宙国大小。传说祖神秘境最常见的就是黑虫旋风，小股黑虫旋风便会令宇宙尊者重伤，大股的足以湮灭宇宙尊者。好，我们继续深入。之地坐标就在这儿。心神之能，清醒的倒快。是宇宙尊者，气息旖旎的我都不曾发现。我是祖神教的接引者，拿出你们的兽神传承令。若是没有，擅闯我祖神教重地者，死！跟我来。哪里？这是刚才看到的河流。竟是由无数极光组成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彩极光湖。你倒有点见识。五彩极光湖直径最大处10光年，威能无尽，是宇宙中最强至宝之一。
单指一道极光击落，便足以重伤宇宙尊者。进岛去吧。进去。看，紫荆岛就在五彩极光湖内。这极光不是威能无限？这可是宇宙最强至宝，只要被他认可，便可安然进入。徒儿，我先试试。老师。罗峰，我们进去。是，老师。紫荆岛是你们这些传承者的暂居地。到处都是强者的气息。记住，五彩极光湖范围内禁止杀戮，个人的居所与私人财产也不可强行侵占，否则会遭极光制裁。见过岛主后，你们可在空地处建造居所。这里便是岛主殿，从那儿能看到祖神教真正的核心。那是祖神宫。由3位祖神轮流坐镇，周围是8大兽神居所，再往外是护教兽神殿、72神将大陆以及3000神使星辰世界。护教兽神是那些得到了完整兽神传承，又不曾继承兽神尊位的强大存在。紫荆岛主便是护教兽神之一。你们入殿觐见岛主吧。我的任务到此结束了。之道。从此刻起，你们2个便是紫荆岛的传承者。我赐予你们进入荣耀世界、传承之地、宝藏之地、秘境之地的权限。这是虚拟世界感应接收器，可进入荣耀世界。宫殿外的3道水幕，则是通往其他3处的传送通道。传承之地是接受兽神传承、演示法则变化的地方。每次传承都会先观看你们的法则感悟进度。兽神传承共分7重，每重都有1次免费参悟机会。若要再额外增加，便只有去荣耀世界获得积分。第3重颇有收获。在进行了一次奇妙的传承感悟之后，老师感觉到突破在即，立即进入了闭关修炼。而我则在一位新结交的鸿蒙好友陪同下，来到了历代兽神及超强修炼者们留下至宝的宝藏之地。发现宝藏只是其一，必须符合前辈强者设下的限制要求，才能取出其中宝物。
我们谁都不知道，那些超级强者设立宝藏时定下什么苛刻条件。最是讨厌。千羽，万物族，人类的走狗，同样可憎。呀，别上去，那可是宇宙尊者，他们生活在这不知道多少年，早就熟悉规则。他的攻击连周围山峰都没丝毫损坏，连你我身体都没碎裂，真是欺辱一番。尊者又如何？欺辱小辈，很了不起吗？有本事杀了我！一个小小蜂王，竟然还敢对我不敬！我便是对你不敬了，又怎样？有趣，梅山，这次踢到铁板了吧？来，动手杀了他，振振你的声威！禀天狼之主，在祖神教的宝藏之地，发现了疑似刀河王的行踪。这眼神，是他。那宇宙尊者怕触发他手中的最强火神元晶误杀了他，自己也会被五彩极光杀死，只能被杠得下不来台。哼，刀河王真是一如既往的狂妄啊！我很佩服你的胆色，记住，我是北山尊者，有本事你就一直躲在五彩极光湖，躲在人类老巢内。同盟的家伙，别挡道！这祖神教的虚拟空间，比起虚拟宇宙，就是小巫见大巫。似乎只有一个方便聚集对战的中央广场。这里众多传承者显然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团体，互相间泾渭分明，有强烈的对立感。干一个！有新人啊！他们都认定我是刀河王，那我就叫刀河好了。这一族符号，一群文盲，这是地球文字。是他！他们都认定我是刀河王，那我就叫刀河好了。刀河王，传说中的刀河王，就是那个刀河王。荣耀世界排行榜，我的位置在这儿。不同层次的传承者会归类在不同的排行榜，7重最高。七剑王，按照战斗胜利失败次数进行排名，赢的可以得到荣耀点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额外的传承机会。先前与你一战，甚是畅快，日后可多多切磋。
广场上有数千万传承者，而鸿蒙这边竟然才有1000多人。这里！就是他，刀河王现在风头正盛，机械族、妖族悬赏早已公开，要是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，定能声名大振。祭剑王，那个团体是北疆联盟。虽说都是些弱小普通族群聚集，实力不如我们鸿蒙，但祖神教发放的传承令分散在宇宙各地，他们族群多疆域分散，来的人也就多。那北疆联盟就爱嚼舌根，别理他们。荣耀点珍贵，大家本就谨慎，极少发出妖战信。他们还因为嫉妒，总挑唆其他族群别接受人族的妖战，可烦了。看什么呢？我收到了很多妖战信。也对，你的名气实在太大，不服气的天才会有很多，你恐怕能收到上千封吧。已经超过6万封了。什么？刀河王一个界主，单靠法则感悟秘法，根本不可能击杀蜂王极限。是啊，肯定是有至宝或奇异寄语，但在荣耀世界中对战，所有人都使用同样强度的神体，兵器装备也只能在荣耀世界内选择。他的那些宝贝在这儿可派不上用场。妖战，我要好好蹂躏那传说中的刀河王。你可要慎重，一旦接战就不能反悔了。他们都是来自各族的绝世天才，大部分都自创了巅峰绝学，有几个甚至创出了究极绝学。如果输了，需要等1纪元才能有新的一荣耀点。究极绝学，我自创巅峰绝学就已经令混沌城主老师称赞了。刀河王，我帕厄卡芬四王向你挑战，你敢不敢进？年纪这么大，靠的不过是诸多器具吗？刀河王有实力就跟我赌3荣耀点。刀河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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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河王。太妙了。那新来的人类竟然接下了62万多场妖战，这倒是紫金岛未曾有过的趣事。如此强横的神体，太棒了！我还没成为不朽，就能在这儿使用10万倍界主之力的神体战斗。就是个没有宝物加持的界主，真是没用。带我去会会他。热身完毕，接下来第2战，受死吧！又一个送荣耀点的来了。我也得给他送荣耀点了。不靠任何外在条件，一名界主能站在3重传承者之巅，我算是服了。没想到他能做到这种程度。祖神教这次得给人族培养出个超级强者了。不过
后续针对罗峰的暗杀行动，怕是会越发疯狂。这刀鹤王绝不能留，他若成为宇宙尊者，必将拥有宇宙之主的实力，到时可比无法复活的宇宙之主威胁还要大。我们妖族的附庸族群，在祖神教接受传承的有谁？少时尊者现为五重传承者。我们狱卒地处边陲，不如先坐山观虎斗。那占着核心疆域的4大族群，自会演绎出好戏。将刀河王列入优先击杀的人族名单，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是，我主。父神，即刻铲除人类刀河王。是。空万族绝光，拜见虫族女皇。看遍我虫族联盟，以绝光尊者最为合适。孔万族擅长灵魂控制，被极光湖湮灭造成的损失，等你复活后，联盟都会弥补。最好灵魂控制那刀鹤王，绝了人类逆转时空复活他的可能。控制不了，就当即击杀。结束了。你的荣耀点已经超过了61万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一次珍贵的传承机会，真是收获颇丰啊！怎么还没出来？可恶的人类，真是胆小！我在钻研兽神之道的同时，与那62万场战斗不断验证。如今，我的兽神之道已经接近第3重圆满。空间法则感悟也水涨船高。现在，地球人本尊、金角巨兽都能施展瞬移。不过，空间法则的封锁和绞杀方面还得再参谋。该出去接受新一轮的兽神传承了。尊者只为你一个界主，你该骄傲了。好快！是妖族阵营的赵石尊者。我先观察一下。
控制我为奴仆，做梦！什么？他的灵魂防御竟如此强大，那就去死吧！爪石尊者和罗峰的气息。爪石尊者出手攻击刀河王，已遭灭杀，而刀河王的躯体也已完全湮灭。这刀河王的羽翼可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啊！祖神教有令，传承者之间严禁抢夺行为。刀河王已死，他便是无主之物。飞进去了？不可能！刀河王还活着。是刀主。招式尊者为敬礼。岛主，在我教中力刺杀传承者。即使通过逆转时空手段复活，我族神教也定将继续追杀，至死方休。岛主。看起来毫发无伤，难道有传说中的分身天赋？刀河王没死，都散去吧！记住，刀河王为我族神教传承者，刺杀他，必将受到族神教灭杀。从未见过祖神教如此重视一名传承者。要再次刺杀罗峰，只怕难上加难。宇宙尊者的代价，竟也无法伤到刀河王分毫。下一步，你可有对策？祖神教发布的追杀令，已令我妖族联盟成员胆寒，不敢妄动。恐怕现在只能等待时机。这枚眼中钉，我誓要拔除。我已练成兽神击杀第3篇与事无羽翼第2形态。然而，我的名字早已传遍宇宙。
分身天赋也在人前暴露，更成了3大巅峰族群刺杀的目标。此等提升还不足以自保，若要更快提升，最佳方法就是利用金角巨兽的天赋秘法，孕育出第3分身。祖神秘境作为宇宙最高等秘境，聚集着宇宙中最多的特殊生命。若能在此获取一名强大特殊生命的身体材料，第3分身便指日可待。祖神秘境看似瑰丽，实则是最危险的秘境之一。连宇宙之主都可能被困于此。你要是不慎被杀，必得不偿。我若一味规避凶险，等一族耳目再次找上门来，恐怕也只能任人摆布。而且在秘境之中，我已找到十分适合的特殊生命作为第3分身。好强的吞噬之力！此地果然凶险，相较而言，这里却安静无比。是宝物。这颗晶球竟然与我魔杀分身的晶核产生了共鸣，而且它散溢而出的法则之力不断涌入我的晶核，这是为何？下方看似是一汪水池，但本源法则力量异常充沛，而且不断向上方的晶球汇聚。这种奇异现象下的造物，不会错的，是空间之心。空间之心？空间之心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法则能量，是需要经过漫长岁月，直至成体形态才能积累而成的。而且魔杀分身擅长空间法则，它的能量会涌入你的晶核，说明你们相性极佳。空间之心为我所有，你休想觊觎！靠近的无声无息，这名异族至少是宇宙尊者级别的实力。灵魂竟然不受丝毫影响，那便只好陨落于此。杀人夺宝，就别怪我自爆了。你应该知道我在五彩云华掌控会有什么结果。如今，就算你成功自爆，也无法破坏我的神力保护。光脑损坏，无法散播信息。你唯一的生机已经没有了。你以为我就没有其他通讯手段吗？我的其他分身仍能用光脑发布信息，届时各族的超级强者都会知道空间之心的下落，而你势必留不住他。说，你想要什么？眼下敌我力量悬殊，又有空间之心的能量一直在涌入我的生命晶核，先拖他一拖。我的生死被你一手控制，就算你给我什么宝物，恐怕
等你得到空间之心，就会立即杀我。我又怎么信你？有什么交换条件？你提。让我想想。我没有夺得那空间之心的野心，但是我也不想陨落。可现在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信你不杀我。好，既然这样，空间裂缝消失了，成体了，终于成体了！3000纪元了，不枉我每天过来扫荡一次。空间之心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不！它的能量耗尽了，看样子是回光返照，最后的光芒了。难道是先破灭后新生？你看着那空间之心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走了就走了，反正空间之心已经成体，就算他通知谁来，也根本来不及了。不可能，空间之心怎会无故碎裂？难道是那可恶的传承者冲进了五彩渊华，引起了特殊反应？就算他冲进五彩渊华，可那已经是空间裂隙消失。空间之心完全成体之后的事了，怎么会碎？怎么会碎？你用拖延战术把空间之心积蓄的能量全部吸收，你谋杀分身的力量已达到100倍建筑之力。要知道，你的金角分身也只有10倍呢。不只是力量，我也由此领悟到了新的天赋秘法——玉。坐稳了。在半径1万公里的领域内，我能够瞬间化身为上万公里的空间，随后便可出现在该领域内的任何位置。现在，我们总算能回归原来的计划，寻找第3分身。出发！此处名为9幽时空，是我此行的目标，世界树的所在地。若世界树能作为第3分身，拥有3大优势。其一是掌控时空的天赋能力，其二是其巨大体积能储存巨量神力，三是能强化神国，避免外敌入侵。只是这座岛屿的植物生命攻击性极强，这第一步必须先设法避过他们的警戒，
来到世界树面前。太慢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已经这么近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竟然没有落叶，没办法，不能捡，只能抢了。摔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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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摔下来！可恶的外族！这么强，竟然未及反抗就被杀死。这棵世界树虽然只有借助级，但已经有了封王的水准。仅凭魔杀分身尚不足以抗衡，我必须借助外物。这颗火神元晶能炸死封侯不朽，那棵世界树也就借助级。而且也没法燃烧神体，肯定挡不住。杀！材料已到手，走。周围时空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完全动不了。难道？父亲，让我亲自杀了他！胆敢伤我此尊者，杀无赦！七七好惨哦，跳了那么多叶子。七七，要不是父亲，那一族可就逃跑喽。小七，那一族逃跑手段的确很厉害，瞬移消失都不引起空间特殊波动。若是让这一族逃掉，就很难再找到他。他既然伤你，我便帮你惩罚他，难道不好吗？不好！那你就好好努力。像你大哥他们成为不朽，就不怕那些异族了。一定是最强世界树。听闻他与宇宙尊者的等级达到了宇宙之主的战力，鼓起一阵风，便能将我分身灭杀。那世界树肯定警惕起来。那我怎么办？最强世界树，你那等身份何必跟我过不去？一两片枝叶，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。你出手，不是掉价吗？但接连2次失利，我已对最强世界树的攻击方式有了一定了解。此次我另做安排，当不会再有术士。子牙尊者，多亏有你瞬移，我们才能顺利抵达。不敢，万事还需仰赖废镜王你。荒石岛相对安全，却没有宝物。我准备稍作休整，就去九幽之海。九幽之海，那可是整个九幽时空最危险的地方，海中偶尔出现的漩涡更是凶险未知。一旦陷入其中，就算是宇宙尊者也很难活着出来。至今没人知道那些漩涡下究竟有什么。你去不去可自便。
他是上亿不朽传承者中排名前10之人，又有那独步宇宙的探查天赋宇宙之境，跟着他自然有益，且忍他一时。既然废靖王去，我自然追随。我先探一探周围10亿公里。听说他有一至宝羽翼，在紫金岛上没法下手，在这儿却是好机会。废靖王，你不会？怎么，你不敢？我北疆联盟可不怕他人类联盟。子牙尊者，你不必插手，也不必搅入这浑水中去。可是你也规矩点儿，别提醒那刀河王，否则便是与我为敌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插手。还有1个月。不好，空间封锁。是宇宙特殊生命，实力足以力拼宇宙尊者。刀河王，在我面前你还想逃？又甩不开他。废靖王本就已追踪出你，天生神速，身体又远超过你。倒是想教他了。日无羽翼第2形态。至宝未能果真不凡。交出羽翼，饶你命！我的速度无论如何拼不过他，我要靠机动性一试。燃烧神体虽然能使速度大增，可也加大了转向的难度。废靖王可不会让猎物从眼皮底下溜走，他给动手了。好强的吞噬之力，远超魔音山的死亡深渊。是封印类重宝。加之废靖王神力加持，堪比宇宙尊者的封印手段。想在我毫发无伤的情况下直接封印我，简直妄想！好宝贝，刀河王，我本不想杀你，现在休怪我了。废靖王一吼，刀河王怕是要死。废靖王2大天赋秘法，一者探查，一者攻击。攻击可毁灭灵魂。好可怕的手段！最后关头，要不是塔珠，挡住了！不可能，我这一击未能足以媲美普通宇宙霸主。可纵是塔珠，也未必抵御得了第2回。你疯了吗？九幽之海危险重重，每滴海水都重如泰山，还会出现九幽漩涡。现在哪管得了这么多？
可能，不可！等等，难道他还有件保护灵魂的至宝？刀河王，你跑不掉的！不好，他的攻击虽没技巧，但被他燃烧的神力击中，我怕是也完了。事无巨细，已用至极限了。神力成丝，九龙！小心，他神力加重了10倍。外族，擅闯我族九幽之海，找死！什么？九幽漩涡中有生灵？哼！滚开！都说九幽漩涡通往九幽之海核心之地，看来那里应该生活着一群可怕强者，随便出来一个，实力就比我强。不相上下，一时之间解决不了他。所幸他也奈何不了我。不管他，杀了刀河王，夺下至宝，我不愁脱不了身。可恶，没办法了。不，至宝，那可是2件至宝。阴魂不散。算你跑得快。但这撕扯力便能将我湮灭，阵风星辰。奇异的空间，有点像发现空间之心的地方。好强的阻力，是雾气中蕴含着特殊力量，封锁了空间波动，那便无法瞬移，也不能神国传送。那是什么？有军队，与刚才那尊者是同一族，300多人，个个都是不小。有念力扫荡，外族，你快去上报，其他人随我追击。我早已演绎气息，怎么仍被他们的神力探查到？他们好生灵活，似乎完全不受雾气影响。不过，就凭你们还追不上我？
就一个不朽，在我族天地里，怎么能比我们还快？这里的土著身体基因非比寻常，随便几个士兵都这么强。如今我行踪暴露，恐怕很快会引来更多追兵。巴巴塔，这些异族什么底细？所有数据库中都搜索不到记录。难道真如传言所说，从不曾有人离开这里带出讯息？以魔杀分身天赋秘法玉的手段，来去当不成问题。谋杀分身眼看就快到了，不能功亏一篑。再等等，我先去问问混沌城主老师有没有情报可提供。到了，就看这次了。行动！前些日子，那些家伙还一直追着我，力度越来越大，甚至有过11名不朽联手围杀我。可现在，他们却突然消失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皇子殿下，整个包围圈300万将士已完成合围，9位将军也已就位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想不到这外族这么能逃，有趣的很，定要让我亲手击杀他。612名不朽，合围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我族神力勾动9幽世界之力，能清晰查探出周遭一切非我族群之力的外族。数百万将士合力，我就不信那外族逃得脱。殿下，9层包围圈已部署完毕。传令，收网，层层筛查。
800不朽听令，9幽合击。外族不朽已死，这么轻易就死了？不对，才这么点东西，他肯定是假的。众将士归位，包围圈继续收缩。硬碰硬我毫无胜算，只能派不朽奴仆幻化成我的模样，暂时拖延时间。现在就看是包围圈收缩的快，还是魔杀族分身赶来的快了。好可怕的阻力，不仅无法瞬移，连返回都难。幸好我有天赋秘法玉，不然怕是要耗死在这儿了。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果然，按照原计划，扫灭一切外族，绝不放走一个。他们越来越近了。已经杀了39个，包围圈直径已缩小至10万公里，他快藏不住了。抓到你了！皇子殿下，都找遍了，这里连一丝外族的气息都没有。怎么会？天赋秘法分身。世界树的生命层次接近我体内世界孕育的极限，是成功还是？我的体内世界无法承受其生命层次，费了那么大力气，还是失败了。身体大小决定着神力多寡。若第3分身拥有足量神力攻击，可大大提高我的保命能力。还有什么借助其特殊生命，像世界树那样拥有庞大身体，适合作为我的第3分身？这么破坏，我会被叔叔说的吧？没事，他更希望我们变强。婴儿就是行星级，成年便是界主。这族群还真是强大。你们这些黄海孕育的，只
有成为不朽，才有资格通过九幽漩涡去这一方世界之外，瞻仰祖海的壮阔。九幽漩涡，他口中的祖海是指九幽之海吗？哼，而我，嘿嘿，可是吸纳祖海中的精华诞生，你们就该封我为首领。吸纳祖海精华，九幽一族是能量类生命，诞生的方式果然特殊。黄海108座都位于九幽世界的中心，备受礼遇，受无数子嗣朝拜，且禁止任何人触碰，未必比祖海差。先前听说这里有108位皇子，没想到黄海竟然也是108座。怎么会这么巧？难不成每一座黄海都和皇子有关？甚至……九幽皇子就是黄海，而九幽时空的主宰九幽之主就是九幽之海。果然如此。九幽之主的地位之所以与我媲美，是因为他被击杀后很快就会现身，不死不灭。当年妖族的天狼之主和苍央之主联手追杀他至九幽之海。九幽之主逃入海中消失，随即整个海洋的无尽神力燃烧。苍央之主瞬间就被灭杀，天狼之主则靠至宝天狼殿才侥幸逃出。经此一役，众人才知那九幽之主就是九幽之海。他一旦死了，九幽之海中就会诞生出新的一位，而九幽之海便是他源源不绝的能量源泉。有那直径10几光年的神力海洋，宇宙中谁能和他比拼神力？你问这做什么？弟子在九幽世界中探查得知，九幽之主有108名皇子，共108座黄海，便猜测其中关联。我想孕育的第3分身目标就是那九幽皇子。哦，有108位共存，生命基因层次应该不会太高，孕育成功几率会更高。九幽之主性情暴躁，你取其海水时若遭为难，实在无计可施，就向他亮明是我的弟子。此行务必小心，免得让老师惦念。你可知真眼得知你被逼入九幽漩涡后，不惜闯入九幽时空，与废晋王死战。后来呢？真眼厚积薄发，已于近日突破至宇宙尊者。废晋王实力远不及他，被杀得无路可逃。若非万峰尊者前来阻拦，废晋王必死。老师的恩情我一定偿还，而废晋王他的命早晚由我来受。跪拜的那些，应是尚未孕育生命的借助级皇子的黄海，适合孕育分身。你呆站在这干什么？欣赏黄海的壮阔，一时愣神。小心点儿，海水严禁碰触。明白。希望九幽之主不会在乎这点海水。为了第3分身，为了将来的机遇，拼了！
人类，我看你是一心求死。拜见九幽之主。你在此逗留已久，应该知道黄海是禁止触碰的，竟还胆敢弄走海水！好强的杀意！我发现其他黄海的海水很普通，唯有这小型的黄海，海水有如鲜血，甚至隐隐能闻到血腥味。我在好奇下才弄了一些海水，我也是心存侥幸。心存侥幸，明知道是禁忌还敢触犯，那就没有承担后果的准备。看来只能亮明身份了。九幽之主，以为我要杀你？我本想杀了你，但你刀河王是我祖神教外围组织内定的吸纳成员。你若愿意成为我九幽一脉的护教使者，我便饶你一命；不接受，你知道后果。为的是这个。听说修炼兽神之道至5重传承者，就必须加入祖神教外围组织。你加入本就是迟早的事。加入还是不加入？拜见护教神主。你倒是聪慧，这是祖神令，你可借此与祖神教联系，切勿丢失。明白。去吧。刀河王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，那几个老家伙要是知道他入了我这一脉，不知会怎样。我竟然到了九幽时空之外。恭喜主人，贺喜主人，恭喜主人！海水到手，可以再孕育第3分身了。天赋秘法，分身。开始真正孕育，预计时间600年。成功了！将来我便会拥有无穷无尽的神力源泉，即使陨落，也能再度诞生。在宝藏之地都过了1000万次了，死心吧。要是有一宝藏能为我出世，刀河王来了。他当年从九幽时空归来后，数百年都没现身，一出现竟然就来至宝藏之地，一去就是最高峰，这人类野心大着呢。飞金王，你说他能得到宝藏吗？第3分身再过100多年就能成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对空间法则的参悟也大有提升。在突破不久前，得先去试试能否触发为借助级传承者准备的宝藏。他还差得远。第2座也没反应。
小小刀河王，这下该知道自己的斤两了。开启宝藏真难啊，这是最后一座了。没事，本就是来碰碰运气。宝藏！怎么可能？宝藏开启了，肯定是别人触发的。是我，刚才我碰了那棵树。不，肯定是我。只有刀河王还没出来。看来这宝藏属于我。此处的宝藏可都有媲美至宝的价值，不知这戒指里会是什么？刀河王，日后我一定会让你明白，自身实力才是根本。是飞行宫殿类的重宝。飞行宫殿，类似于天狼之主的飞行载具。没错，这艘古船本名为银球幻影船，简称银河，属于顶级重宝。在你能驱动星辰塔前，它是优秀的过渡性载具。介入失败！古船的前任主人在权限上设了卡，只有破译密文才能解锁权限。可这种密文在我的数据库里没有记载。原来是他。这位乘风前辈是？乘风，祖神教最早时期的8大兽神之一，与后天凭借修炼成为兽神的存在不同。自宇宙诞生之初，他便融合本源法则，化身为兽神，属于天生兽神。他实力强大，只是天生兽神凝聚宇宙精华而生，无论鳞甲、皮毛、血液，都具有奇效，是强者眼中的珍宝。包括你使用的血络晶，也是天生兽神留下的。至此，你应能猜出乘风的命运。血络世界的兽神遭强者围杀而死，那乘风前辈也……他早已陨落。哪怕是天生兽神，也逃不过弱肉强食的铁则。于我们人类而言也是如此。罗峰，你是我族将来的支柱，要想保护族群，就必须保证自身实力。眼下，你虽已濒临突破不朽的关口，但唯有先提高生命基因层次，才能在突破后站到更高的起点。这是兽神之血，每滴血都由100颗血络晶凝聚而成。100颗？相比血络晶，兽神之血的力量更易吸纳。寻常人类强者的生命基因层次，100倍就是极限。罗峰，我希望你能远超这个极限。是，这是第3分身要诞生了。这么大的体积，难道一孕育出来就是一片海洋？
这第三分身竟然是血肉类生命！好庞大的体型，体内能积蓄的神力一定也很可观。考虑到与九幽之海的渊源，这第三分身不如就叫幽海分身。从此刻起，本尊和三大分身已定。我罗峰到底能在这宇宙强者之林中，成为一棵孱弱树苗，还是最粗壮的参天大树，就看以后我自己的努力了。这具身体内似乎蕴含着庞大的记忆信息，看来我幽海分身有2大天赋秘法：化海与创造。化海？就像黄海和祖海那样。化海，化海天赋能瞬间让分身化作无尽幽海，并且体积可不断膨胀，以此容纳更多神力。哇！直径10万公里的血海！不过没法像之前那样自主移动了，而且没有分身，也就失去了作战能力。一旦化海，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周围时空，这应该算是一种逆天的攻击手段。只是这血海的大小怎么不对？那界主级皇子的血海就有8000万公里。先不管这些，再试试另一个天赋——创造。从无尽幽海中提炼出能量，再对生命基因进行组合，最终凝聚成生命。对了，我为何不利用这个天赋，创造出一个幽海分身的子分身？这个子分身可以用于存放意识，就算被毁，也可以再度凝聚。难怪九幽之主可以一直复活，因为死的都是分身而已。只是他的活动范围依然受限，且战力大不如前。这个问题恐怕一时难解。眼下还是专注于提升生命基因层次更为要紧。除了作为能量生命的魔煞分身，其余3具身体都有提升生命基因层次的空间，一同提升到上限，才算是在突破不朽前打下了最扎实的根基。我倒要看看宇宙生命基因层次的真正极限。幽海分身虽然是特殊生命，可也是血肉类生命，一定能修炼9阶秘典，提升基因层次。而人类本体和金角分身的提升，则需借助血络金。金角巨兽融合血络晶的数量已超300克，人类本尊却仅能融合82克。看来唯有靠兽神之血，方能更进一步。这股席卷而来的疼痛，远甚于融合血络晶之时。对9阶秘典第5节的领悟，以为我和金角分身打下48倍生命基因层次的基础。如今，金角分身的基因层次已达6400倍，人类本体虽有不及，但也超过了3000倍。废金王的基因层次也才2000倍，突破不朽后，他恐怕就不是你的对手了。3600倍，7200倍，幽海分身的基因层次，通过领悟秘典，甚至超过了金角巨兽。啊！
河怎么了？元河得到蜕变，我的意识也被赋予了一段讯息。讯息？是一套天赋秘法。我为宇宙。它的威能极大，一旦施展，身体将瞬间化为微型宇宙，困于其中的敌人将实力大减，自身则实力大增。若是自爆，威力甚至堪比宇宙爆炸，可直接湮灭敌人。太离谱了！我跟着主人纵横宇宙这么多年，也想象不出它的威力。不过，该秘法耗费极大，以人类本体和金角分身的神力，甚至不足以施展一次。就算是神力最充沛的幽海分身，也会在施展10次后燃尽身体。而之后的神力补充又会十分缓慢。生命一旦成为不朽，位于宇宙核心的本源之地便会将大量神力灌入对方的体内，以助其完成蜕变。所以你突破后，神力供应会有所改善，但恐怕还是不够。除非你在成为不朽前最大限度提高神力的承载力，便可在突破后受到更多的神力灌注。要提高承载力，恐怕只有扩大分身的体积。对了，可以利用幽海分身的化海天赋，